阵列修改器呢是 Blender 里面一个比较常用的修改器，所以呢我们单独开一课来讲。我们会先从几片树叶出发，然后呢我们用阵列修改器把这几片树叶变成这样的造型和这样的造型。这两个造型呢分别就代表着阵列修改器最常用的两种偏移方法。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我们先来做几个树叶啊。首先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平面，然后切换到切顶模式 Tab 进入编辑模式 SY 把它压扁，然后 Ctrl R 切两刀，然后呢我们选中这两点，然后把它缩小，然后这两点拉大，然后把它稍微弄成一个类似于叶子的样子，然后 Tab 退出 Ctrl 2加一个细分为2的一个表面细分修改器，然后我们再给它加一个厚度，加厚度用什么修改器？用实体化修改器，对不对？好，我们给它加一个实体化修改器，给它增加一点厚度，然后我们把这个实体化修改器放在这个表面细分的前面，这样的话它就连着这个实体化一块细分了，对吧？这样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比较有厚度的一个有肉感的叶子了。好，接着我们右键平滑着色，然后 Tab 进入编辑模式 Ctrl R 给它切3刀。好，我们选中刚才我们切的这些点哈，就中间这3刀这些点，然后 SY 把它拉窄一点。好，我们稍微调一下这两端的位置哈，用 GX 不要拉偏了啊。好，我再稍微微调一下这个叶子的一些位置哈，让它稍微看起来规整一点。好，接下来我们 Shift 选中中间这一条线，然后 GZ 把它往下拉，你可以切换到3这个测试图，然后看把它往下拉 GZ 啊，然后拉出一个小的豁口，然后我们选择最外面这个点，把它往上提一点，让它不要那么下去。还有这一头看起来也是不是特别尖哈，我们把它稍微放窄一点，然后把这个点提上去，然后把这两个点往这旁边去拉，让它稍微圆滑一点，看起来比较舒服。然后中间这两个边呢，我们可以 SY 把它往中间挤，这样看起来你这个凹槽会更加明显一点。好，我们再稍微调一下这个位置，让它看起来圆滑一点，这看你自己的想法了。OK， 我们退出，然后 Shift D 复制一个。好，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做一个比较细的叶子。我们拉，算了，我还是把这个删掉，我们重新做，这样快一点。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平面哈，然后我们把这个平面拉瘦一点 ，Tab 进入编辑模式 SY 把它拉瘦，然后我们 Ctrl R， 然后在这边切3刀。好，我们稍微调一下这个叶子的位置啊。然后我们在这边 Ctrl R 中间切一刀，然后 Ctrl 2加一个细分修改器。好，我们选中最中间这条线，然后 Ctrl B 拉出来一个倒角。好，这样就中间有3根线，对不对？我们 Alt 双击选择中间这一条线，然后3切换到测试图 GZ 把它往下稍微拉一下，这样看不清被这个叶子挡住了，把这个叶子隐藏啊。好，拉出来这个样子，也是中间有一条凹槽的啊。好，我们选择最尖边的这个点，把它旁边这个位置稍微调一下，让它稍微尖一点。好，中间我们跟 Alt 选择中间这2根线，然后 SY 把它往中间挤一下，让它这个凹槽更加明显一点。然后这个点我可以往上抬一下，3 GZ 把它往上抬一下 ，OK。好，大概的形状就差不多，我们把这边稍微拉一下。然后左边这边呢，我们选中最左边这几个点，这3个点哈，然后我们 E 挤出来一个小细瓣出来，就是这个叶子的杆儿，然后再 E 再挤一下，然后把它 S 放大一点。好，这个细长的叶子我们就做好了，我们稍微再调下来位置哈，比如说把它稍微拉细一点，然后把中间这个地方稍微拉宽一点。好，我们再给它加一个实体化修改器，就可以增加一个厚度，然后我们把这个实体化修改器拉到这个表面细分的上面。好，这个叶子就做好了，我们再把这个旁边这个杆稍微微调一下。好，这个做好了，我们挪到旁边，然后我们把刚才这个叶子也打开，然后我们现在有2个叶子，对不对？等会儿都会用到这2个叶子。然后我们 Shift D 把这个叶子复制一下，然后 Alt G 把这个叶子放在这个世界中心。好，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我们稍微在这个叶子的基础上把它改造一下，就不让它一头大一头小了。好，我们把它拉细一点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一段呢 E 挤出来一个小口出来，然后 S 把它放大，然后我们可以把这边也放大啊。好，我们稍微微调一下这个叶子的位置，让它稍微看起来比较规整一点。好，这个要求没有那么严格哈，就是你就是做出3个不同的叶子就可以了。我们稍微调一下它的这个厚度，然后把这个叶子形状稍微再微调一下。那么这个第3个叶子我们就做好了。好，我们把它放到一边。好，原材料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开始讲阵列修改器。我们用这个细叶子举例啊，我们 Shift D 复制个细叶子，然后把这个修改器给它应用掉了吧，这样的话等会儿我们用这个阵列的时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好，我们 Alt G 把它移到世界中心，然后7切换的正视图。
好，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 ，A 全选，然后我们把这个网格往这个右边移，然后让它这个圆点正好落在它这个叶子这个 bar 上面。圆点落在一个叶子的一端的话，比较方便我们等会儿做对称啊，还有一些动画什么之类的。接下来我们给这个叶子添加一个阵列修改器，我们看看是什么样子的啊。我们把这个数量增加到4，你看到没有？现在默认的是相对偏移。相对偏移什么意思呢？现在默认的 x 方向是1嘛，也就是说我现在比你前面这个我正好比你多1倍，你看都是挨着的嘛，所以相对偏移是一个比例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把这个相对偏移稍微拉大一点，比如说 1.3、1.4， 你看到没有？它就比前面就多一个 1.3 倍、1.4倍，这是很好理解的嘛。所以相对偏移就是个比例的问题。你可以在这边调节它在 y 方向上的一个偏移度和 z 方向上的一个偏移度。简单来讲的话，相对偏移就是以你这个物体的长宽高为一个比例，然后去在 x、y、z 的方向去做不同程度比例的偏移。那恒定偏移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哈，我们把这个恒定偏移勾选上。你看到没有？恒定偏移它就明显的就会紧很多，是为什么呢？就恒定偏移你看都有一个单位米，对吧？所以恒定偏移就是你定一个值，然后它以原点为那个标的，就是两个原点中间的这个距离，就1米、2米，就是恒定的一个值。你看那个相对偏移它就没有这个单位，它是个比例，然后恒定偏移它就是一个值，所以就很好理解了嘛。相对偏移是一个比例，恒定偏移是我定好了一个值，恒定的值。好理解了这个呢，我们就开始干活了吧。我们来做一个棕榈树叶。好，我们把这个恒定偏移给去掉。好，我们用相对偏移来做啊。我们在做这个棕榈树叶的话，我让它垂直于这个 xy 面，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叶子先给它隐藏掉。好，我们把这个叶子进入编辑模式，然后 Rx， 然后90度把它像这样转一下，让它面对咱们这个正视图。要尽量在这个编辑模式下再去做旋转跟缩放哈。好，当前它是沿着 x 轴偏移嘛，我们要让它沿着这个垂直的这个 z 轴偏移，所以我们改到 z 为1，其他的两个都保持为0。给稍微调高一点 1.8 吧，然后把这个数量稍微增多一点，增到22左右。OK， 好，我们 G 把它往上挪一点，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圆柱体，我们做一个杆啊，然后把它的细分改到12。好 ，Tab 进入编辑模式，把它缩小。然后呢，我们要选择最上面这一圈边，所以 Alt Z 切换到透视模式，然后选中，然后 G 把它往上 ，G Z 把它往上挪，然后 S 把它缩小，让它上面小，下面宽。好，下面这一头呢，我们把它选中，然后 G 往下移。好，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然后 Ctrl R 给它多切几道，因为等会儿我们要对它进行弯曲，没有细分的话，你是根本弯不了的。好，我们把这个叶子稍微增多一点哈，24片吧。好，那另外一边怎么办呢？另外一边我们可以用个镜像修改器把它对称过去。我们选中这些叶子，然后在这边添加一个镜像修改器。镜像修改器其实挺好理解的，就是你看它以什么轴向去对称嘛。现在的话，它就以 x 轴对称 ，y 轴你看不出来，因为 y 轴这些叶子的 y 坐标都是0嘛。那 z 轴的话，它就是上下对称嘛。好，接下来我们给这些叶子做一个形变，我们用一种方法叫晶格形变。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晶格。晶格就是一个正方体啊，就是一个空心正方体。我们切换到那个正视图，然后我们把这个正方体呢，把它挪到中间，然后我们 S 把它拉大，正好把它半边的叶子给框住。好，我们切换到3测试图，这个 Y 方向上 SY 把它也缩小一点，让它正好包住这半边的这个叶子哈。然后再怎么办呢？我们选中这个晶格，然后这边你可以增加这个晶格的细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U 方向上给它加一条细分，然后这个 W 方向给它加一条细分。好，接下来做什么呢？关键了，选中这个叶子，然后再选中这个晶格，然后 Ctrl P， 然后这边有一个晶格形变，对吧？然后这样你就把这个晶格和这个物体绑定了。然后你 Tab 进入编辑模式之后，你可以移动这个晶格的点，然后你就可以就影响到你这半边叶子了。好，我们稍微调一下这个叶子的位置哈。所以就刚才你在做这个晶格细分的时候，也不能加太多点，否则的话你不好控制。那这半边的意思怎么办呢？刚才你好像忘记加晶格了，没有关系，因为晶格本身也是一种修改器哈。我们把这个镜像关掉。好，我们把这个晶格修改器拉到这个镜像的上面，让它先做晶格变形完之后再去做对称，你看这就可以了嘛。所以晶格形变就是给它加了一个晶格修改器而已。好，我们选择最外面这个晶格，然后 Tab 进入编辑模式，然后我们再来移动这些点，给它做一个造型哈，让它像一个棕榈的叶子哈。注意你拿的时候，你这个点不能太过了哈，否则的话你这个杆就超过去，就看起来就很明显。你看，我把它推进看一下，你看这些杆就刚才我不小心拉过界了，然后它就
拉到别人地盘上去了，我们把它稍微再调一调啊。必要的时候你还可以 Tab 进入编辑模式，然后把这个杆稍微缩短一点，这样的话你调起来更加方便一点。好，差不多之后呢，咱们就这个叶子的外形咱们就已经固定下来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应用一下这个修改器。你还有一种快速的方法哈，你可以选中这些叶子，然后右键转换到网格，你看右边的这些修改器全部都一次性都被应用了。然后这个间隔就没什么用了，我可以把这个间隔直接删掉 ，X delete。好，我们切换到正视图，然后 Tab 进入编辑模式 ，A 全选，然后 G 把它往上挪，让它这个圆点落在它这个尾端，然后我们再给它加一个简易形变修改器，我们就可以给它进行一些形变了。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些弯曲，绕着这个 Y 方向上进行一个弯曲啊，要选择这个弯曲。好，我们可以来 Shift D 把这个修改器复制一份哈。我们上面这个让它绕着这个 Z 方向上打卷，然后下面这个呢，我们就让它绕着这个X 方向让它像这样去弯，就两个修改器同时作用，我们上次讲过的啊。好，这个棕榈树叶我们就做好了，我们使用了它相对偏移的方法，我们给它改一个名字吧，然后把它挪到旁边。这个案例主要用的是相对偏移，接下来呢，我们用物体偏移来做一棵树。我们把刚才我们做的那棵胖胖的树叶给显示出来。好，我们用 Alt G 把这个树叶居中，然后 Tab 进入编辑模式 ，A 全选，我们来把它的那个圆点移到它这个顶端。然后我们可以3切换到测试图，然后 Tab 进入编辑模式，我们把这个往上提，让它这个圆点正好位于这个叶子的中间。其实我提了不止一遍了哈，所有旋转啊、旋绕呀、弯曲啊，你都要注意它的圆点的位置。好，接下来我们给这个树叶添加一个阵列修改器。好，我们给它的数量增加一点哈，增加到7。现在它默认的是相对偏移，对吧？我们把它改到那个物体偏移，把这个去掉。物体偏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有一个物体来决定它的偏移程度，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新建一个空物体。空物体应该是咱们这套课第一次出现的一个概念哈，它就是一个空的物体，然后它不会被渲染出来，非常适合做对称轴。我们找到这个小吸管，像这样吸一下，那这个空物体就可以作为它的这个对称轴了。然后你移动这个物体的位置，你就会发现你其他的叶子也会跟着移动。这些其他的叶子呢，它会观察你这个空物体和你这个原始的叶子这个关系。比如说你这个空物体离你这原始叶子是 1.1 倍，然后后面的叶子就会超你这个空物体，然后我跟前面我也保持 1.1 倍。比如说你这个空物体离你这个叶子在 X 轴上距离2米，那我后面的物体也会超你这个空物体，那我跟前面我也保持2米。你这个空物体旋转了90度，那我后面也会跟着学，我学你旋转90度。你缩小了 1.1 倍，那我也跟着你学，我学 1.1 倍。那这个物体偏移是不是就很好理解了？就是你有一个空物体，然后你跟着原来的物体的关系，然后后面的物体就会学你这个空物体怎么做，然后你旋转我就旋转，你放大我就放大，你缩小我就缩小。好，比如说我们点住这个空物体哈，然后我们像这样旋转一下，你会发现这些被复制的叶子会跟着你旋转。比如说我这个空物体旋转了39度9，那么后面的每个叶子都会比前面这个叶子旋转了39度9。好，我们点击这个树叶哈，然后我们找到这个修改器，我们把这个阵列修改器这个数量呢改到8。好，我们旋转一下这个叶子，你会发现旋转这个叶子呢，其实也是其他叶子也会动的，因为你改变了你跟空物体的关系嘛。好，我们点击这个空物体哈，然后我们开始移动这个空物体。顶视图，然后按着 G 稍微移动一下，让这个叶子分开，不要挨得那么密。它现在只是在 XY 方向上有偏移，所以说它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我们可以切换到3测试图，然后我们往 Z 方向上稍微拉一拉，让这个叶子不要就是整个粘在一起嘛，让 Z 方向上有一个小小的偏移。好，有这样一个大概的一个小偏移就可以了。然后我们选择 Tab 进入编辑模式。这个时候呢，你对原始的叶子进行编辑，其他叶子也会跟着改变的啊。我们先把这个之前那个棕榈叶给嗨掉。好，我们选择咱们这个叶子最外面这圈点，让我们往下拉。我们可以把这个衰减编辑打开哈，用鼠标滚轮扩大它的范围。然后呢，你把这个叶子让它稍微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弯曲度，这样比较自然一点。好，我们选中这一点，你可以切换不同角度哈，然后 R 旋转，对吧？然后你把它稍微再调一下，不要让它挨得那么密啊。好，接下来我们选择这个叶子，增加它的数量，你看到没有？然后它就会一直以这个方式往下走。好，我们7切换到顶视图，然后我们旋转这个空物体，你会发现你可以更改这些叶子旋转的角度，就让它不要这样对的那么齐嘛，看着不好看。好，这样凑合开就看起来好多了，对不对？但是看起来还是很无聊，因为叶子都一样。我们还是选中这个空物体，然后把它稍微缩小一点，你会发现其他的叶子也会超你这个空物体，你缩小多少我就缩小多少，你放大多少我就放大多少。好，我们把这个物体的数量稍微减少一点哈，然后我们稍微移动一下这个空物体的这个位置啊，然后高度呀，
让这个叶子看起来更密一点，但是又不至于重合，这个看你自己了啊。当你把这个叶子调好之后呢，然后我们用框选工具把像这样一拉，把这个空物体和这个叶子全选中，然后 Shift D 复制一个在下面，按着 Z 哈，不要复制歪了。好，我们在定制图上，然后像这样旋转一下。为什么这样干呢？因为你上下都用一个规律的话，就看起来就是太无聊了，所以呢，你还可以通过调整上层跟下层这个不同的偏移量，让你这个叶子的这个随机性看起来更加丰富一点。好，我们再稍微调一下这个叶子的这个角度啊，还有它的厚度呀。好了之后呢，你可以全选这些空物体还有这些叶子，然后把它移动到中间。你千万不要单独去拉这个叶子，因为你拉动这个叶子的话，那等于说你跟这个空物体的关系变了嘛。你看你的叶子都散开了，所以以后你要移动这个阵列修改器做的这个模型啊，你一定要把它的这个对称轴给带上。你不带上的话，那你关系就变了嘛，然后你的那个树就会爆掉。来，我给它做一个树干吧。我们这边新建一个柱体，然后细分就12了。好，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然后 Alt Z 切换到透视模式，选中这些点往上走，G 往上走，你可以把这个衰减给关掉，然后我们把这个两条线往上移，然后这边卡一刀，然后选中最下面这一排 S 把它拉大，跟我们刚才做那个修装是一样的哈。让我们切换到面模式，然后你可以选择这些面把它往外挤出。好，接下来我们退出这个编辑模式，然后 Ctrl+2 加一个表面为2细分修改器。好，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这边砍一刀 Ctrl+R 砍一刀啊，然后让它更加立体一点。然后我们切换到3面模式，然后在这边再挤出几个小角角出来，让看起来更加就是你树根你不可能这么直的下来嘛，对吧？我们可以选择2个面像这样。好，我们挤出几个角之后呢，我们切换到 Alt Z 切换到那个透视模式，然后我们选择最下面这些不平的点。让我们让它在 Z 方向上拉平，那就 SZ0， 对吧？你现在垂直于哪个方向，你就 SZ 几，然后把这些点再稍微细调一下。那么这个树桩就做好了。那刚才我们讲了，就是你移动这个阵列修改器做的东西呢，你不能单个移，你要整体的移，其实这个就很难，对不对？然后你把它转换成网格呢，又太就后面想改就不好改了。那接着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新建一个空物体。我们新建一个立方体吧，空物体的立方体，然后把它拉大，让这个空物体呢正好罩住咱们这棵树。然后我们框选这些树，然后最后再点击这个空物体 Ctrl+P 设立负极。这个时候呢，你看到没有？你就可以移动这个，你就把这个空物体当做这个树的负极了，然后你移动就很好移动了，你就直接点击这个空物体，然后你这个树就跟着移动了，这是很方便。好，咱们这棵树有点地中海哈，我们给它在上面再加几片叶子哈。我们可以选中这个空物体和这个叶子，然后一起 Shift D 复制到一边。好，我们选中这个叶子，把它这个阵列修改器给关掉，然后就只剩一片叶子，对不对？然后这个空物体我也不要了 ，delete 掉。好，接着呢，我们把这个叶子摞上去。如果你细心涂油，你会发现这个叶子有一根虚线，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在它子集里面复制的话，那它就会自动也是以子集的关系出现在这个空物体里面。好，我们把它 Shift D 复制几个哈，然后复制3片吧，然后把它摞到中间，把中间这个地中海给盖住。好，我们稍微再调整一下这些叶子的角度哈，让它稍微自然一点，不要太高。好，弄完之后呢，因为你是复制子集嘛，这个时候你移动这个立方体，你还是会整个把这个带走。好，最后不要忘记给这个负极空物体改一个名字。好，我们又做了一个模型，做了2个模型，然后同时又学了阵列修改器的2大主要的操作方法，希望大家有所收获。那我们下节课再见喽。Cut tips.